大家好，我们是工程师小教师。在学习 Python 时，除了看教学影片之外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动手实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找人一起学，或有可以询问的对象，都是加速学习的方法。如果有任何的学习问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回答。接下来正式开始 Python 课程教学，推荐大家开启 CC 字幕。首先介绍 Python 的副档名。副档名是用于标示档案格式，通常位于档案名称的最后，前面用一个点来和档名作为分隔。Python 的副档名通常会使用.py。至于.ipynb 是 Jupyter Notebook 档案的副档名。Colab 的预设副档名就是.ipynb。这种副档名的档案也可以使用 Anaconda 中安装的 Jupyter 开启。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变数的概念。变数可以想象成用来储存资料值的容器。当在程式中创一个变数时，基本上是在内存中为这个变数预留了它的型别位置空间，可以使用变数名来访问储存这个变数位置中的资料。Python 中常见的变数型别有以下几个，像是整数，用来表示整数的值；浮点数，用来表示带有小数点的数字；字串，是由一连串的字元组成，通常会使用双引号或是单引号包住。字串也可以是空字串。Non-type 可以表示空值或是无值。其他常见的还有像是 list、dict、tuple、set 等。在 Python 中，可以使用 type 函数来查看变数的型别，像是这边的举例，创建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变数，一个是整数 x， 一个为字串 y， 分别对这两个变数使用 type 函数，再将结果印出来。可以看到整数 x 的型别为 integer， 字串 y 的型别是 string。接下来介绍变数命名的规则。第一个，变数名可以包含字母、数字或是下底线，但不能以数字开头。第二个，变数名是区分大小写的。第三个，不能使用 Python 中的保留字作为变数名，例如 if、for 等。第四个，不要使用内建函数名。使用内建函数名像是 print、list 作为变数名，会覆盖掉这个变数的原始功能。等一下我们会举例。第五个，使用有意义的名称，例如存放年龄资讯时使用 age 代替 a。最后，常见的 coding style 其中一种是第一个单字的字母为小写，之后每一个单字的开头都是大写。另一种是所有的单字皆为小写，单字之间以下底线分离。变数名也可以使用中文来命名，但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做。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是可以执行的。接下来我们举例用内建函数名来作为变数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。我们赋予 print 变数为 hi。接下来当我们想用 print 函数印出 a 的值时，就会出现 error。因为在 Python 中 print 是一个内建函数，用于输出资料到标准输出。当你将一个字串赋值给 print 后，
print 这个名称不再指向原来的内建函数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指向字串 Hi 的普通函数。这时候就只能重新启动工作阶段来恢复 print 函数的原始功能。在应征软体工程师职缺时，很多公司在面试时也会借由一些手段来了解面试者的 coding style， 包含了看面试者如何对变数来命名。这时一个好的变数命名习惯就会是一个加分的项目。以上是这集的内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影片。下一部影片见。